这部上映于2013年的丧尸片，以1.9亿美金的成本，成为史上投资最大的丧尸电影，彻底打破人们对丧尸的印象。他们跑起来快过博尔特，简直是丧尸界的暴走族。你可以说它剧情不好，但不得不承认特效威武，徒手拽飞机、叠罗汉攻围城，又或是空中攻占客机，随便一幕拿出来都足以载入丧尸片的史册。导演马克·福斯特曾试图让影片在中国上映，奈何无法通过内地电影审核，但看过他的中国影迷无不叹为观止。话不多说，一起来看经典丧尸片《僵尸世界大战》。跟随新闻视角，随着地球环境的恶化，全球正在爆发各种危机，遍布沙滩的海豚尸体、致命的流感病毒，预示着人类离世界末日越来越近。男主盖瑞是前联合国调查员，如今在家当起了家庭主夫。吃完早饭，一家人准备外出，却遇到了严重堵车，几架直升飞机低空掠过。电台广播上说，世界范围内正在爆发一种未知病毒，截至目前，超过12个国家受到感染。突然，后方某一栋大楼发生爆炸，紧接着一辆失控的大货车在车辆拥挤的公路上横冲直撞，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。为了保命，行人四散逃跑。盖瑞发挥老司机的实力，带着家人一路狂奔，结果还是发生了撞车事故。没办法，只能弃车逃亡。一时间，所有人疯狂跑向城外。原来追击人群的是嗜血如命的丧尸，他们行动极快，没有痛觉，听觉和嗅觉却异常发达，被咬到的人12秒就会尸变。不一会儿功夫，丧尸大军如潮水般涌来，人类军队的围堵政策彻底失败，整个城市彻底被丧尸占领。混乱中，盖瑞找到一辆房车，带着老婆孩子躲到郊外。刚才的惊吓让大女儿哮喘发作，刚安抚好孩子的情绪，盖瑞接到前领导黑哥打来的电话，说1小时后会派直升机去接他们。当然，领导并不是出于对前下属的关爱，而是盖瑞当年确实厉害，危机当前还得靠他打怪。幸运的是，小女儿在房车里找到一把枪，危机关头不至于空手接白刃。等待救援期间，盖瑞还有一件事要做，给女儿找哮喘药。于是房车开到一家超市门口，末日下的物资有多重要不用多说，人们一车接着一车往外运。妻子卡琳带着小女儿在生活区收集物资，盖瑞和大女儿来到药品区，然而这里已经被一个年轻人占领，好在对方不坏，分了几盒药给他。就在这时，突然传来小女儿的尖叫，两个男人正在抢夺妻子的物资。盖瑞没打算开枪，岂料对方打响第一枪，那只好不客气了，凭借出色的身手解决了对方。看到警察走来，盖瑞自觉举起双手，结果一整个被无视，警察也要抢物资。离开超市，房车早就被人开跑，盖瑞一家只好躲进附近的公寓。祸不单行，原定1小时的救援行动，最早也要到拂晓时分。起初他们要到顶楼，不料楼道里都是丧尸，最后误打误撞来到7楼一户墨西哥人家。大哥一家很热情，盖瑞希望他们能和自己一起离开，这样活下去的几率会更大。然而大哥谢绝了他的好意。黎明时分，盖瑞提前开始做准备，可以看出来他绝对是训练有素的战士。为了节约子弹，他在枪杆前端安装一把匕首，紧接着把书绑在胳膊上。一家人小心翼翼朝着顶楼出发，耳边不时传来的丧尸低吼，意味着这条路并不好走。果然，楼梯转角处丧尸出没，盖瑞前方打怪，卡琳保护孩子。可双拳难敌4手，丧尸不仅跑得快，数量还多。盖瑞一不小心被扑倒，关键时刻，丧尸被一枪爆头。开枪的不是别人，正是墨西哥大哥的儿子汤米。原来盖瑞一家刚走不久，丧尸就去敲门了。虽然用重物抵住房门，但汤米的父母应该没活下来。危机解除后，盖瑞一家带着汤米来到顶楼。此时救援飞机已经到位，可盖瑞却跑到顶楼边缘站着，口中不停倒数。原来在刚才的交战中，丧尸的血溅到他脸上，还没搞清楚病毒的传播路径，盖瑞担心自己会尸变。好在12秒过去，他安然无恙，不然会在第一时间跳下去。一家人带着汤米坐上飞机，楼顶的丧尸们还在穷追不舍，上演了一场飞身拽飞机的精彩画面。随后，直升机降落在一艘美国军舰上，黑哥告诉他们，军舰4面都是海水，这里很安全。
如今总统死了，副总统失踪，现在临时政府的大本营就在军舰上。世界范围内感染人数每分每秒都在飙升，沦陷的国家一个接一个。可怕的是，没人知道这是什么病毒。巴克博士是哈佛的病毒学专家，他认为只要找到病原体，就能研发出疫苗。11天前，韩国军营传来一封邮件，声称这是一种丧尸病毒。此话一出，一片哗然。为查出病毒源头，舰长单方面决定让盖瑞带着一支海豹突击队护送巴克的韩国调查。然而盖瑞并不想接受，现在家人才是最重要的，软的不行，来硬的。舰长威胁道，船上的每个人都在发挥自己的作用，这里可没地方留给没用又自私的人。为了家人的安全，盖瑞只能妥协。出发前，他留给妻子一部卫星电话，只要能接到他的电话，说明一切安好。飞机上，巴克对接下来的工作充满信心，忍不住侃侃而谈。虽然盖瑞没听懂，但还是不明觉厉。晚上，飞机在南韩军营降落，这里一个活人都没有，只有听到动静的丧尸蠢蠢欲动。理论知识丰富的巴克见到真丧尸，吓得拔腿就往机舱跑。雨天路滑，居然摔倒，结果擦枪走火，自己杀自己，还没开始就结束，简直离了个大谱。好在大家成功躲进营地，从突击队队长口中得知，韩国第一个发现丧尸的是军医，当时他负责核实一名士兵的死亡，结果士兵当场尸变，咬伤了军医。再之后，整个军营的人都被咬了，至今没人知道那个士兵从哪里来，尸变之前接触过什么人。后来驻军烧死了所有丧尸，资料也付之一炬，早已无从考察。随后盖瑞见到了前 CIA 探员，他因为向朝走私军火被捕入狱。探员告诉盖瑞，全世界只有以色列是唯一幸存国。早在病毒爆发前5年，以色列便开始铸造高墙。病毒爆发前夕，高墙建成，加上全国封锁，彻底将丧尸隔在墙外。而这项伟大的人类壮举和一个名叫尤根的人有关。听到这儿，盖瑞决定前往以色列首都耶路撒冷。问题是，他们要先给飞机加满油。一行人整装待发，为了降低噪音，盖瑞带着2名队友骑自行车去找油，其他人负责在各个点位打掩护。原本一切照计划进行，不料卡琳这时候打电话过来，忘记关静音的电话瞬间吵醒军营里的丧尸。虽然加油成功，但除了盖瑞和飞行员，其他人全部牺牲。飞行一夜，终于来到耶路撒冷，在这里见到了尤根。盖瑞好奇他是怎么预知病毒爆发，从而提前开始防御工事的。尤根当然没有未卜先知的本事，得知丧尸的存在是因为截获了印度的情报。当时所有以色列官员都不相信，不过他们有一个第10人理论，当前面的9个人都对相同情报持统一看法时，第10个人必须提出不同意见。显然尤根就是第10个人，所以当其他人都不相信丧尸存在时，他则认为真的存在，并且让以色列政府提前建起了高墙。事实证明他是对的，高墙内不仅生活着以色列人，还有从其他国家来的难民。在尤根看来，多救一个人，世上就少一个丧尸。为了查出病毒源头，盖瑞打算去印度，尤根则劝他最好放弃这个危险的想法，因为印度就是个黑洞。高墙内人们在这里安心生活，但有时候太安逸并不见得是件好事儿。妹子一时兴起，拿着话筒开始耶路撒冷好声音，大家载歌载舞，好不热闹，简直不把墙外的丧尸放在眼里。听到声音的丧尸迅速集结，眨眨眼的功夫已经叠起了罗汉，丧尸像下饺子一样一波又一波跳下高墙。危机来临，原本热闹的人群炸开了锅，直升机朝着狮群开火，效果甚微，只能眼睁睁看着丧尸如潮水般涌入。尤根坐上装甲车逃离，并让女兵护送盖瑞去飞机接应点。逃跑途中，盖瑞发现一个不寻常的现象，狮群遇到年迈的老人竟然直接无视，咬都不带咬一下的。本以为只是偶然现象，可接下来一个瘦成白骨精的年轻人本想死前拯救一下，结果同样被狮群当成了空气。看来生命力不强的人连丧尸都嫌弃。炮声枪声不绝于耳，可在如猛兽一般的丧尸面前纯属浪费弹药。盘旋在空中的救援飞机直接被狮群拽到地上，耶路撒冷彻底沦陷。女兵在护送盖瑞的途中不幸被咬，盖瑞手起刀落，立刻帮他砍手保命。
随后拦下一架客机飞离了丧尸之国。可幸运只属于一小部分人，没逃走的人们要么变成丧尸，要么被炸弹轰成炮灰。课堂中，盖瑞简单但不粗暴地帮女兵处理了伤口，而之前匪夷所思的画面在脑海中挥之不去。盖瑞赶紧联系黑哥，让他查出离卡迪夫机场最近的医药研究中心。心力交瘁的人们渐渐睡去，一只宠物狗突然狂吠不止，见空姐要打开厕所，狗子一溜烟跑了。下一秒，空姐被厕所里的丧尸袭击，之后便出现人传人的现象。盖瑞所在的机舱暂时安全，他让所有人保持安静，并将身上的行李堆到入口。可意外还是发生了，行李落地的声音引来隔壁狮群的注意，行李墙瞬间被攻破，无路可逃的人们只能发出绝望的哀嚎。这画面是不是有点空中版釜山行的味道？千钧一发之际，盖瑞做出一个大胆决定，将手雷扔进狮群，飞机炸出一个大洞。舱内失压的情况下，丧尸接二连三被吸了出去，但飞机也不得不紧急迫降。接下来就是两眼一抹黑，不重要的人几乎全领了盒饭。盖瑞虽然还活着，但是肚子被座位里的铁片穿透，好在女兵也还活着。就这样，两个伤员互相扶持着，终于找到研究中心。走到大门前，盖瑞再也撑不住了。军舰这边和盖瑞彻底失联后，舰长就认为他肯定死了，二话不说就把卡琳和孩子赶下军舰，要把他们送到陆地上的难民营。和军舰相比，那里的危险系数显然增加了好几倍。盖瑞3天后醒来，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给妻子。此时的卫星电话在黑哥手里，看到来电显示，他表示很震惊。得知老婆孩子的遭遇后，盖瑞差点崩溃。研究人员告诉他，这里的人都能理解他的感受，因为每一个人都失去了所有家人，至少盖瑞还有希望。大家坚守在这里，无非是想早点研发出疫苗，拯救更多的人。听了这些话，盖瑞终于振作起来。他将自己的猜想告诉研究人员，丧尸只会攻击健康人群。从进化论的角度来看，健康的宿主更有利于病毒的传播。反向思维即是破局之法，如果有办法能让人类伪装成重病的样子，就能不战而胜。此话一出，瞬间为研究人员打开新世界的大门。女研究员表示，自然界确实有这样的例子，饥饿的捕食者并不会吃有病的猎物。要想验证这种推测，方法简单粗暴。实验室里有天花、流感等病原体，只要一个人以身试毒，然后和丧尸面对面就可以了。不过在此之前，还要解决一个难题。存放药物的库房四周游荡着80多只丧尸，想拿到病原体可不容易。如此艰巨的任务，还得是盖瑞。女兵讲义气，要和他并肩作战。除此之外，研究人员大胡子也愿意为科学献身。一把斧头、一支枪和一根棒球棍，3人就这么结伴上路了。由于缺乏声音刺激，这里的丧尸几乎处于休眠状态，行动缓慢。但3人行必有猪队友，大胡子不小心踢到空瓶子。看到这一幕，在监控室里观察的各位心都提到了嗓门眼。幸亏丧尸距离他们还有一段距离，有了这次教训，接下来3个人更加谨慎，大气都不敢出。但一地的碎玻璃渣，就算再小心也会发出声响。听到声音的丧尸们似乎变得有些躁动。安全起见，路过一个敞着大门的房间时，女兵匍匐前进，丧尸没有发现她。胡子哥紧随其后，最终全员安全。可猪队友始终是猪队友，大胡子冒冒失失，一个转身撞得柜子哐哐响。这次可没那么幸运了，女兵迫不得已枪杀一个女丧尸，枪声迅速引起连锁反应，实验室里的丧尸都被激活。盖瑞利用敲击声引开狮群，好让女兵护送胡子哥去库房拿病原体。谁知门口还站着几只丧尸，眼看就要追上来，两人只好原路返回。这明目张胆的脚步声，想不引起丧尸的注意都难。看着两人身后的一连串丧尸，监控室里的人慌了。虽然有人选择放弃，但最后还是开门让女兵和大胡子跑了进来。盖瑞这边凭借灵活走位，成功甩开大部分丧尸，跟上来的1-2只也被他顺利解决。因为2个队友几乎把所有丧尸都引走了，盖瑞成功进入库房，成功拿到满满1箱病原体。准备离开时，丧尸博士突然挡在门口，身后还有不少丧尸。
之前研究人员对盖瑞提过，灾变之初，博士第一时间收到病毒样本后便开始了研究，可惜还没得出结论就被丧尸咬了。出发前，大家还特意叮嘱不要杀死博士。总之，不管是忌惮丧尸数量太多，还是要履行对研究人员的承诺，盖瑞都进退维谷。最终，他将病原体注射到自己体内，谁也不知道有没有用。盖瑞做好了最坏的打算，对着摄像头写下对家人的遗言，毅然决然面对接下来发生的一切。几分钟过后，盖瑞抱着箱子打开房门，丧尸的反应足以说明盖瑞的猜测是对的。监控室里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小试牛刀，发现丧尸无视自己后，盖瑞畅快地喝了一杯肥宅快乐水，之后故意制造噪音，让丧尸全体躁动。这一系列操作看似推动剧情，其实也算是精妙的广告植入吧。盖瑞宛如透明人，大摇大摆穿越狮群，成功返回实验室与研究人员会合。从盖瑞脸上的红色斑点来看，他注射的应该是天花的病原体。这种病最高致死率为 25%， 最低只有 1%。况且人类早就研发出了解药。故事最后，盖瑞和老婆孩子重聚，世卫组织也根据他的经验研发了一种混合脑膜炎、部分禽流感和天花的疫苗，批量生产后投放到世界各地。有了这样的伪装，人类不仅可以躲过丧尸的攻击，还可以进行大规模反攻。死去的丧尸堆成了一座座尸山，在熊熊大火中灰飞烟灭。至于丧尸病毒的源头到底是什么，故事最后并没有给出答案，或许还要人类继续探索下去。影片根据马克思·布鲁克斯同名小说改编，开创了大场面打丧尸的先河，封神场面多到一双手都数不过来。然而它的制作过程却一波三折，中途换了3个摄影师，又连换2个编剧重写结局，最后找回剧组补拍好几个月。虽然有人诟病剧情推动全靠猪队友，但有时候看丧尸片大可不必这么较真，光凭各种惊爆眼球的大场面，它就值得一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宝子们最后不要忘记3连支持一下哦。